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故事，是关于我一位来自深圳的客户小林的经历。他是一位90后设计师，在深圳一家知名设计公司做主管，年薪50万以上。去年通过我认识了一位在台湾经营科技公司的老板阿明。这段姻缘说起来也是很有意思。小林本来对台湾男生并没有特别的想法，但是在和阿明见面后，被他儒雅的气质、绅士的举止打动了。阿明也很欣赏小林的才华和事业心，两个人很快就确定了关系。婚后，小林搬去了台湾。一开始他对台湾的印象就是电视剧里看到的那样繁华、时尚、干净。特别是台北101大楼，让他觉得台湾就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地方。可是真正生活后，他却经历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心灵震撼。那天，阿明带着小林去台南老街区逛街。刚开始走在老街上时，小林还以为走错了地方。老公，这些房子怎么都这么旧啊？而且外墙都没有重新粉刷过的样子。小林看着那些斑驳的墙面，有些疑惑地问道。阿明笑着说，这就是台湾最真实的样子啊，这些老房子可都有故事呢。确实，走在台南的老街上，到处都是50、60年代的老建筑，红砖外墙早已褪色，铁窗也布满铁锈。街道两旁的电线杆上密密麻麻地挂着各种电线，像蜘蛛网一样。路边停着不少老旧的机车，有些甚至已经长了青苔。这和小林印象中的台湾完全不一样。在深圳生活了这么多年，他已经习惯了整洁的街道、崭新的建筑和井然有序的城市规划。每个街区都有统一的景观设计，就连最普通的小区也要求定期粉刷外墙。这些建筑看起来也太破旧了吧？在深圳，这种房子早就该拆掉重建了。小林忍不住说道。阿明听了却摇摇头，在台湾，我们更注重保留历史的痕迹。这些老房子虽然看起来破旧，但里面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才是最珍贵的。就在这时，一位老奶奶从旁边的老屋里走出来，热情地和阿明打招呼。阿明啊，带女朋友来逛街哦。阿嬷，这是我太太，她是从深圳来的。阿明笑着介绍道。老奶奶立刻热情地拉着小林的手。哎呀，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来来来，进来坐坐。阿嬷刚煮了一锅冬瓜茶。小林被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弄得有些手足无措，但还是跟着进了屋。屋内的陈设很简单，老式木头家具，墙上挂着泛黄的全家福，却格外温馨。老奶奶一边给小林倒着冬瓜茶，一边和蔼地说，我在这条街上住了50多年了，看着街坊邻居的孩子们长大，现在都成家立业了。阿明小时候最爱来我这里吃糖果，那时候他才这么一点高呢。老奶奶比划着说。小林捧着温热的冬瓜茶，听着老奶奶讲述着这条老街的故事。原来这些看似破旧的房子里藏着许多温暖的回忆。老奶奶说，以前街上有个面包店，每天清晨都会飘来阵阵香气。对面的杂货店老板会给学生们赊账买文具。巷子口的修车铺老板最热心，街坊邻居的机车坏了都来找他修。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住大楼，嫌老房子不方便。但是我觉得住在这里很好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感情才会深厚。老奶奶感叹道。离开老奶奶家后，小林的心情有些复杂。他记得在深圳，邻居之间甚至都不认识，住在同一栋楼也是互不打招呼。高档小区的大门口设着门禁，外人根本进不去，安全是有了，但人情味却淡了。继续往前走，阿明带着小林拐进了一条窄巷。巷子里的房子更加老旧，墙面斑驳，甚至还能看到日据时代留下的痕迹。但是每家门口都摆着花盆，种着各种花草，有的还挂着古色古香的鸟笼。这些房子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都是100年老屋哦。阿明自豪地说，你看那家，门框上的雕花可是清朝时期留下来的。小林这才注意到，这些看似破旧的房子里，处处都藏着历史的印记。木门上精美的雕花，墙面上斑驳的红砖，屋檐下的青石板，每一处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走着走着，一阵香气飘来，原来是一家老面店，门口排着长队。这家面店已经开了3代了，老板的祖父从大陆来台湾时就带来了祖传的面条配方。阿明解释道。小林突然明白了什么。
在深圳，他习惯了快节奏的生活，习惯了推陈出新，习惯了一切都要求完美。但在台湾的这条老街上，时光仿佛慢了下来，人们更懂得珍惜过去，更愿意保留那些不完美但充满故事的痕迹。我记得你说过，你们公司最近在做一个城市更新的项目，阿明问道。对呀，就是把老旧的街区全部推倒重建，打造现代化的商业区。小林说着，突然愣住了。他想起深圳那些被拆除的老房子，想起那些被迫搬迁的街坊邻居，想起那些消失的街边小店。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不是也失去了些什么？就在这时，一位骑着机车的阿伯从巷子里慢悠悠地驶过，和路过的每个人都热情地打招呼。街角的早餐店老板娘正在收摊，顺手把剩下的几个饭团送给路过的环卫工人。对面水果店的阿姨站在门口，跟邻居聊着今天菜市场的价格。这些看似平常的场景，却让小林感受到了深深的温暖。或许城市的美不仅仅在于它的外表，更在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温情。那些看似破破烂烂的街道，却留住了最真实的人情味。看着小林若有所思的样子，阿明轻声说，在台湾，我们常说在地化，就是要让每个地方保持自己的特色。你知道吗？这条街上的很多店家都是祖孙3代传承下来的。他们不追求店面多么气派，但是都把品质和诚信看得很重要。这段话让小林想起了深圳，那里有世界上最多的玻璃幕墙大楼，有最前沿的科技产品，有最时尚的购物中心。但是他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受到如此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午后的阳光斜斜地洒在老街的石板路上，小林和阿明走进了一家老茶馆。推开斑驳的木门，迎面而来的是淡淡的茶香。店里的装潢很简单，几张老旧的方桌，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山水画，角落里摆着一台老式收音机，正在播放着老歌。这家茶馆我从小学就来了，老板泡的乌龙茶是一绝。阿明熟络地和老板打招呼，阿伯，帮我泡一壶洞顶乌龙。老板是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动作很慢但很讲究。他先用热水温着茶具，然后仔细地冲泡茶叶，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充满了仪式感。现在像这样的老茶馆不多了。阿伯一边泡茶一边说，年轻人都喜欢喝那些花花绿绿的饮料，传统茶艺快要失传了。小林听着阿伯的话，突然想起深圳那些时尚的连锁茶饮店。在那里，茶饮被标准化生产，一杯茶只需要几秒钟就能做好。效率是提高了，但那种品茶的韵味却消失了。阿伯，您在这里开了多久的茶馆啊？小林好奇地问道。哎呀，说来话长喽。阿伯放下茶壶，眼神有些怀念。这茶馆是我父亲在光复后开的，那时候这条街可热闹了。每天傍晚，街坊邻居都会来这里喝茶聊天，讨论时事。现在的年轻人都忙着赚钱，没有这个闲情逸致了。小林听得入神，突然觉得自己以前对台湾的认识太过肤浅。他只看到了台北东区的繁华，看到了新竹科学园区的现代化，却忽略了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街区。其实啊，阿伯继续说道，我们台湾人最珍惜的就是这种人情味。你看这条街上的老店，生意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是大家都互相照应，遇到困难时都会伸出援手。这种感觉在那些大商场里是找不到的。小林想起了自己在深圳的设计工作，他曾经参与过很多城市更新项目，每次都是把老旧的街区推倒重建，换上统一的现代化外观。当时他觉得这样很美，很有设计感。但现在想来，那些整齐划一的商业街区是不是少了些烟火气？在深圳，小林若有所思地说，我们总是在追求完美，追求现代化。每个设计方案都要求看起来高端大气，但是现在想想，可能反而失去了城市最珍贵的东西。阿明笑着说，你知道吗？台湾这些年也在讨论城市更新的问题。但是我们更多的在思考如何在保留历史文化的同时，改善居民的生活品质。比如有些老房子外观保持原样，但内部设施都已经现代化了。小林点点头，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很多台湾人宁愿住在这些看起来破破烂烂的老房子里。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地方，更是承载着他们回忆和情感的家园。
茶馆里的老式收音机还在播放着怀旧歌曲，茶香袅袅，时光仿佛在这一刻静止。小林看着窗外的老街，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他们的脸上带着质朴的笑容，走路的步伐也不像深圳那样匆忙。这时，一个小插曲打断了小林的思绪。隔壁桌的老奶奶不小心把茶杯打翻了，茶水溅到了地上。还没等老板过来，邻桌的客人就已经递上了纸巾，帮忙擦拭地面。老奶奶连声道谢，周围的人都笑着说：“没关系啦。”看着这温馨的一幕，小林不禁红了眼眶。在深圳生活多年，他早已习惯了城市里的冷漠，邻里之间互不相识，即使是在高档小区，很少看到这样互帮互助的场景。老公，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你说台湾最美的不是外表了，小林轻声说道。阿明笑着握住他的手，走吧，带你去看看这条街最有特色的地方。两人告别了茶馆老板，继续在老街上漫步。天色渐暗，街边的老店铺一家家亮起了灯。忽然，小林被一阵热闹的声音吸引了。拐过一个巷角，眼前的景象让小林惊呆了。一座古老的庙宇静静地矗立在那里，红砖墙面虽然有些斑驳，但精美的雕刻依然清晰可见。庙前的广场上，几位老人正在下棋，旁边围着一群看客，不时发出阵阵笑声。这是咱们这条街的土地公庙，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阿明介绍道，每个月初1、15，街坊邻居都会来这里上香，顺便聊聊天。正说着，一位拄着拐杖的老爷爷颤巍巍地走上庙前的台阶，立刻有2个年轻人上前搀扶，还帮他点上了香。这自然而然的举动让小林感动不已。这个庙是我们街区的精神中心。阿明继续说，每年中元节的时候，大家都会在这里办普渡，一起准备祭品，分享食物。就连外地来的游客也会被邀请一起参加。小林想起深圳的社区活动，大多是由物业公司组织的，显得很正式，但却少了几分真情实意。而在这里，每一个传统节日都成了邻里之间联络感情的纽带。阿明哥，一个清脆的声音传来，原来是一个小女孩，手里拿着一包东西跑过来。小云啊，这么晚了还在外面玩？阿明笑着问道。不是啦，妈妈让我送一些刚做好的绿豆糕给阿嬷。小云举了举手中的包裹，阿嬷最近腿脚不好，不方便出门，妈妈说要多照顾她。这一刻，小林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台湾人不愿意轻易改变这些老街区。因为在这里，邻里不仅仅是一个称呼，更是一种相互关爱的责任。夜色渐深，街边的老房子亮起了暖黄色的灯光。透过斑驳的窗户，能看到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的温馨场景。街道上飘来阵阵饭菜香，还能听到此起彼伏的谈笑声。在台湾，我们说陪伴很重要。阿明说，可能房子不够新，街道不够宽，但只要有人情味在，就是最温暖的家。小林站在暮色中的老街上，望着这些破破烂烂的房子，心里却觉得无比温暖。他终于明白，一个城市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少光鲜亮丽的大楼，而在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是否真正感受到幸福。回到家后，小林坐在书桌前，打开了自己的设计文件夹。看着那些充满现代感的城市更新方案，他第一次产生了动摇。在看什么呢？阿明端着2杯花茶走过来。我在看以前做的设计案。小林叹了口气，你知道吗？以前我总觉得城市越现代化越好，老房子就该全部拆掉重建。但是今天在老街的经历让我彻底改变了想法。他打开手机，翻出今天在老街拍的照片。虽然老房子的外墙斑驳，街道也不够整洁，但每一张照片里都洋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照片里有跟老奶奶喝冬瓜茶的温馨时刻，有茶馆老板专注泡茶的身影，还有土地公庙前其乐融融的街坊邻居。老公，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你们台湾人这么在意历史保存了。小林感慨地说，这些看似破旧的街道和房子，其实是传承了几代人记忆的载体。如果把它们都拆掉，重建成统一的现代建筑，那这里的人情味可能也会跟着消失。阿明笑着说，你知道吗？其实台湾也经历过一段全盘现代化的冲动。但后来我们发现，真正的进步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慢慢改善生活品质。小林点点头，
没错，就像今天看到的那些老房子，外表看起来可能不够完美，但里面的设施其实都很现代化。最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们过得很快乐，很有归属感。他打开电脑，开始修改自己手上的设计方案。我决定了，要把这次在台湾的感悟带回深圳。以后做设计的时候，不能只追求表面的光鲜亮丽，更要考虑如何保留城市的人情味。现在的我终于懂了，城市规划不仅仅是改变物理空间，更重要的是要为人们创造有温度的生活环境。小林坚定地说，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追求所谓的完美，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夜深了，窗外传来邻居家孩子的笑声。小林站在窗前，看着对面老房子温暖的灯光，心里充满了感动。这个破破烂烂的台湾老街，教会了他最宝贵的一课：城市的美，不在于它多么整洁光鲜，而在于它能否让人感受到家的温暖。丽姐，我说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小林一样的感触呢？其实不管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最珍贵的永远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意。下次你们要是来台湾玩，不妨也去老街区走走，感受一下最真实的台湾生活。好啦，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如果你们喜欢我讲的故事，请别忘了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这个故事让我深深感触。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我们确实需要好好思考，到底什么才是城市发展最重要的价值？也许保留一些不完美的角落，反而能让我们的生活更有温度，更有人情味。